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在前面几期节目里，我和大家聊了质量、引力、空间、时间、宇宙大爆炸和暗物质。今天趁着大家头脑里几个相关概念还在，咱们趁热打铁，再来聊聊暗能量。其实，在20世纪之前，无论是天文学家还是普通人，都认为宇宙的大小是固定的，整体上也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1915年，随着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出现，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开始出现了变化。通过求解引力场方程，爱因斯坦吃惊地发现，我们的宇宙似乎并不是稳定的，它要么膨胀，要么收缩。这个结果让爱因斯坦感到非常不安，结果他在引力场方程里加入了个宇宙常数，强行让宇宙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但是这种强加的稳定性却并不牢靠。20世纪20年代，天文学家乔治·勒梅特和弗里德曼先后通过解算引力场方程，发现了宇宙的不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勒梅特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的假说，这个假说直到现在仍然被广泛的接受。而弗里德曼则创建了一套膨胀宇宙模型的方程——弗里德曼方程。通过弗里德曼方程，我们可以对宇宙的演化过程进行推演，包括对宇宙早期形成过程的推演。除了理论上的分析，天才的天文学家哈勃也通过实际观测证实了宇宙膨胀的事实。哈勃还提出了新的，也就是现在被广泛使用的造父变星测距法。后来的天文学家还在这种测距方法的基础上拓展出了 1A 型超新星测距法。1A 型超新星测距法也是后来发现暗能量的关键之一。种种关于宇宙膨胀的信息搞得爱因斯坦心神不宁。在20世纪30年代初，爱因斯坦还利用从欧洲到美国出差的机会，专程前往位于南加州的威尔逊山天文台拜会哈勃，共同探讨宇宙膨胀的观测问题。最终，爱因斯坦不得不承认了宇宙膨胀这个事实。多少年后，爱因斯坦对自己当时添加宇宙常数的举动懊悔不已，认为这是他自己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通过那时候的弗里德曼方程，我们可以看出，宇宙在一定的时期内会处于膨胀的状态，只不过膨胀的速度会越来越慢，并最终停止。这样的结构倒是符合基本的预期，毕竟宇宙中的普通物质本来就会因为引力而相互吸引。当初大爆炸虽然把它们都给炸开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膨胀的趋势最终还是会慢慢停下来的。就这样，宇宙膨胀的这个事实开始逐渐被人们接受。在当时人们的认识中，正如弗里德曼方程所描述的那样，虽然今天的宇宙是在膨胀，但它是一直在减速膨胀。随着时间的流逝，终究有一天，宇宙会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从膨胀变成收缩，再回到起点。这种观点后来一直持续了几十年时间，直到20世纪末。1998年，宇宙减速膨胀的观点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当时，一个专门研究超新星的团队，通过对 1A 型超新星观测数据研究后发现，我们目前的宇宙并不是在做减速膨胀，相反，它是在加速膨胀。这个结果在第2年被另一个超新星宇宙学研究团队所证实。关于这部分内容，我在我有关空间的那期节目里也向大家介绍过，这次再次提及，只是因为这个发现对于暗能量猜想的提出实在是太重要了。现在摆在天文学家面前的难题就是，加速膨胀的宇宙显然是不符合弗里德曼方程的描述，除非我们在方程中引入一些负压物质，并且这种负压物质的量要远远大于普通的正压物质。可是究竟是什么样的物质才能具有负压呢？要知道，就连最神秘的暗物质也是具有引力效应的正压物质啊。鉴于对这种负压物质完全不了解，所以暂时就给它起了个名字——暗能量。至此，弗里德曼的方程被添加了暗能量这一项，用以和实际观测的结果相对应。
这以后，天文学家在实际的观测中就开始加强了对暗能量存在证据的搜索。很快，他们就发现，在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观测中，也能够找到暗能量存在的证据。通过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观测，我们可以推算出，在目前近乎平坦的宇宙中，物质总的含量应该接近或者等于一个值，这个值被叫做临界密度。但是目前所有的天文观测，无论是可以看到的物质，还是看不见但存在引力的暗物质，就算把它们全都加上，那也只能占到临界密度的 31.7% 左右。所剩下的这部分，正好就和基于宇宙加速膨胀的暗能量所对上了。当然，对于暗能量还有其他的观测证据，但是在这儿我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总之，从现在众多的数据来看，现实的宇宙中确实应该存在暗能量这样的东西。既然是存在，那么暗能量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抛开引力场方程这种数学层面的解释之外，量子场论里的量子涨落可能就可以等效成一种暗能量。真空中的量子涨落确实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能量，而且从真空分布上来讲也是非常均匀的。而暗能量在宇宙中的分布就是非常均匀的，它只随空间的增加而增加。这也符合了我在空间那期节目里提到的宇宙将永远膨胀下去的这个假说。更重要的是，这也完全符合熵增的定律。2023年7月1号 ESA 发射了欧几里得探测器。这个探测器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宇宙大规模结构进行高精度的测绘，来研究暗能量和暗物质，以帮助揭示宇宙加速膨胀的原因和这些神秘物质的本质。现在，欧几里得正运行在地日拉格朗日 L2 点的轨道上，希望它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节目做到这儿，让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暗能量和前面介绍过的暗物质类似，这些概念的提出就像是为了保证方程的成立，我们不得不加入的未知项。对于这两个未知项来说，将来可能会有两种结果，要么我们把它解出来，要么我们通过其他的方式给它给消掉。不管是哪种结果，你都不能否认，它们在宇宙学的发展史上都曾经具有过重要的意义，它们都是人类认识宇宙征途中的里程碑。好，关于暗能量，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